萧炎一行4人在药老的带领下，很快就换上了主家特制的斗篷，进入了空间交易会所在的主店。本次交易会的拍卖师是一位看起来半死不活的老头，名为宝山老人，是宝剑山的山主，能力鉴宝，实力九转斗尊巅峰。老套又平淡的开场白后，宝山老人给自己照了一个空间囚牢，就开始了拍卖。注重人身安全的必要操作嘛，理解。第一件拍品是一对深白色的古翼，没错，就是天妖皇族看得很重的大翅膀妖皇翼。这种杀人逃命的必备好物自然是很值得拥有的，前提是得有勇气面对未来天妖皇族的围剿。不过能坐在这个交易会里的人，谁还没有个后台了？很快这妖皇翼便以一枚4色丹雷的8品丹药的价格成交了。第二件拍品是一卷天阶低级斗技，名为金刚琉璃体，由1000年前的琉璃圣者所创，是一种集攻击与防御于一体的强悍斗技。修炼至巅峰时，肉体宛若金刚，不毁不灭，拳可崩天，脚可裂地。对于这样的拍品，萧炎是有些心动的。可惜这拍品的原主人想要换取的是一卷天阶低级的水系功法，至于拿价值与之匹配的丹药换取的选择，完全不在萧炎的考虑范围之内。毕竟他此次前来的目的很明确，只是看了看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手里就多了4卷天阶低级功法的宝山老人，萧炎心中忍不住的叹气。想当年他为了一卷天阶低级斗技拼死拼活了那么久。宝山老人接过所有卷轴后都看了看，随后闭上了眼睛，也不知道怎么跟拍品的主人沟通的，敲定了一卷后就将其余的3个卷轴都退回给了原主人。在接下来的拍卖中出现的物品那叫一个眼花缭乱，从斗技到功法，从丹药到天材地宝，从武器到药鼎等等，无一例外都是精品。可萧炎仅只在中途出手过一次，那就是使用2枚5色丹雷的8品丹药帮小医仙拍下了一卷名为天幽毒典的毒经。随着时间的推移，拍卖现场的氛围已经越来越火热，这种火热直到交易会的倒数第2件物品出场时达到了顶峰。没错，正是萧炎已经寻找了10多年的最后一张残图。这今年妖火的名头一出，谁不为之疯狂？那可是异火榜上排名第3的异火耶，万一找到了线索就将它搞到手了呢？于是品质至少6色丹雷以上，量多者得的报价一出，现场的竞价之声不绝于耳。我们怎么办？见到如此多的人对残图感兴趣，萧炎皱眉轻声道：先不要急，等等吧。微微摇头，药老道：毕竟重量级的往往压轴出场，10来分钟后竞拍价格已经被喊到了9枚6色丹雷的8品丹药，直到一听起来脾气有些火爆的身影将价格报到了全场最高5枚7色丹雷的8品丹药时，药老才出声竞价。2人一阵你来我往，硬生生地将价格提升到3枚8色丹雷的8品丹药才停下。然而就在萧炎以为己方能以这个价格拿下残图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5枚的声音一响起，萧炎就锁定了一道正盘腿坐于10以上的干瘦身影。对于这道探究的目光，后者直接就是一道无形的压力朝着萧炎压去。好在药老反应极快，一声冷哼，袖袍随意一挥，才将那无形压力摧毁了去。心里暴怒，敢当着我的面伤萧炎，也不看他是谁罩着的。面上轻声对着萧炎道：小心一些，这人是半只脚踏入半圣的强者。随后也不管萧炎的反应，药老又喊出了8枚的价格。老实说，这个价格其实有些超预算了，但为了萧炎，他觉得自己又可以啦。药老本以为这次报价能够让对方退却，但那干瘦的黑袍人是个将种，直接开出了天价1枚9色丹雷的8品丹药。随后不忘嘲讽药老，要是能够开出更高的价格，这残图他就不要了。好家伙，不就是9色丹雷的丹药吗？谁没有似的？
萧炎上次从斗圣遗迹之中捡来的那头丹兽不就是吗？只不过拿出来是不可能拿出来的。萧炎暗中扯了扯药老的衣袖，秒懂了药老当场就放弃了竞争。反正经过暗中探测，药老已经确定了这个干瘦老家伙的真实身份，正好是有仇的。眼睁睁地看着那干瘦的黑袍老者用充满着丹香的雪白小兔兔换走了残卷，萧炎的拳头捏得梆硬。净莲妖火他势在必得，因此这残图他也必须搞到手。即便这个老家伙是半只脚踏入半圣的强者，心里正这样想着，宝山老人却是在此时无偿共享了最后一件拍品。该拍品其实是一则情报，情报的内容是那传说中能够让得人立地成圣的菩提古树，时隔万年又出现了。此次出世的地点就位于中州东北边境的莽荒古域。此情报一出，全场寂静。菩提古树又号称智慧轮回树，此树1000年生长1轮，直至100轮时方才成熟。菩提古树之内蕴有菩提心，得到菩提心就意味着搭上了进入斗圣的直通车。而菩提子的功效虽不及菩提心，但就其能提升晋升斗圣的成功几率这一点，就足以让得多数斗尊巅峰的强者疯狂。药老同萧炎得知古树出世的消息时，都是难掩的震惊。只是震惊之后的萧炎却产生了疑问，手指不自觉地摸了摸那戒，想着正躺在里面的菩提子。不是说菩提子能够感应到菩提古树吗？为什么现在半点反应都没有？难道是因为距离太远了？没等萧炎想出个所以然，在场了解莽荒古域的人就已经明白为什么天上会掉馅饼了。莽荒古域是一个被称之为人类禁区的地方，那里面天气恶劣，毒瘴弥漫，凶兽密布，其中凶兽实力之强，可以说是丝毫不逊色于如今魔兽界除了太虚古龙之外的任何族群。换句话来说，即便是斗尊巅峰的强者进去了，都不一定敢说他还能够顺利的活着出来。难怪这老家伙会将这种情报放出来，以宝剑山以及其余2大宗门的实力进入莽荒古域就是找死的下场。他们是想要吸引更多的人进入，然后浑水摸鱼。药老缓缓道出真相，这是阳谋，可谁又不能是棋盘上的一子呢？宝山老人留给众人足够多的消化时间后，便笑眯眯地表示，菩提古树每一次出世都将会引动天地异象，这1个月内大家应该会逐渐的有所感应，到时便知道老夫所言非虚。现如今情报已经给予大家，这次的空间交易会也是顺利结束，多谢各位的再次捧场了。之后就离开了现场。我们也走吧，菩提古树的确是奇物，有机会的话我们也要去看一看，药老轻声道。随后目光锁定先前那成功拍到古图的干瘦黑袍人，药老淡淡一笑，又道，不过在这之前却是必须先将古图弄到手。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